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从《陈情令》到《追风者》，王一博演技怎么变得这么强了？真的被追风者阿文跳楼这一段刀死了。原来追风者阿文的大名还是隐藏刀，阿文的大名叫文有田，可他一辈子没有田，没有屋，也没有自己的黄包车。只有在周怡家租的那张小床铺。故事开始的起点是阿文送魏若来去央行，故事结束的终点是阿文的生命终结在了央行楼下。阿文到死也没有穿上魏哥的皮鞋。魏若来在这个无亲无故的上海滩，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真心真意对他好的阿文跳楼，你让他怎么回去面对他的信仰？在魏若来一声声我帮你海里，我真的哭得好崩溃，他是真的在用生命嘶吼，想留下这位至交好友。王一博原声台词真的惊到我了，最好的兄弟阿文在自己面前死的这一刻，已经成了压倒魏若来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急切的嘶吼，情绪感染力好强，害怕阿文跳楼的情绪隐忍，亲眼目睹阿文跳下去后的心死，所有的情感层层递进，王一博真的用演技证明了自己。故事的开头，阿文在央行门口给了魏若来一个护身符。故事的结尾也是在央行门口，却已物是人非。我猜到了阿文会死，但我以为是为组织牺牲，而不是现在这样被逼上绝路。那种信仰崩塌时的挣扎和痛苦被王一博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阿文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最好的朋友死了，还是死在他面前，还是死在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央行。我现在等魏若来去江西的心情，就和当年等素素跳诛仙台的心情一样。追风者阿文跳楼这一场戏，让我梦回了2019年《陈情令》，蓝忘机看着魏无羡坠下悬崖的画面，魏无羡掉下悬崖的片段，真的让人悲痛欲绝。当时魏无羡正深陷重重困境，被厉鬼反噬，无力自保。江澄率领世家子弟前来伐魏，而魏无羡正试图销毁强大的阴虎符，但未能彻底完成。周围的人都渴望得到这邪念深重的法器，局势愈发紧张。就在这一刹那，蓝忘机以极快的速度冲向魏无羡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试图把魏无羡拉上来。然而当时魏无羡已心如死灰，对生存失去了所有的渴望，他凝视着蓝忘机，请求他放手。最终魏无羡挣脱了蓝忘机的手，坠落向了深不见底的悬崖。蓝忘机眼睁睁地看着魏无羡掉落，眼中的星辰也随之陨落。那一刻，他的心痛到了极点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。尽管他内心可能也想随魏无羡一同跳下，但身上的责任使他强忍住了冲动。魏无羡的坠落，不仅是对他个人命运的终结，也是蓝忘机心中无法弥补的伤痛。在接下来的13年里，蓝忘机独自承受着思念的噬心之苦，用各种方式怀念魏无羡，甚至在床底下藏了魏无羡喜爱的天子笑，问灵13年，等一步归人。在《陈情令》中，王一博饰演的蓝忘机深情隐忍，清雅贵气，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是活生生的人间妄想。王一博成功地捕捉到了蓝忘机这一角色的精髓，无论是面对魏无羡时的微妙情感变化，还是在危机时刻的果断和勇敢，他都表现得非常到位。他的眼神深邃而富有层次，能够将蓝忘机内心的挣扎和矛盾完美地呈现出来，使得观众能够深入感受到角色的情感世界。特别是在与魏无羡的对手戏中，他的表演更是达到了高潮，让人看到了他出色的演技和与对手的默契配合。年仅21岁的王一博用自己生动的微表情复活了原著小说里的蓝忘机，满足了大家对这个人物的所有想象，也让蓝忘机这个角色过去这么多年依然让人难忘。2019年惊艳众人的少年，
在2024年再一次用演技让大家眼前一亮，有天赋又努力对待演员这个职业，低调谦虚又炽热喜爱，王一博值得大家的喜欢。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